大家好，我是小欧。我这集会介绍一下森林火灾。各位有没有觉得这几年的天灾频传啊，森林大火、火灾啊肆虐啊？好像今年2025年1月7号的美国加州大火，至少损失了4兆台币啊，造成生命财产很大的损害啊。我一想，你的房子被烧毁了，然后你又再重盖。完明年要给你烧一次，每年都来一次。你有多少钱，多少房子可以烧？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环保。你想想，有的人一辈子才买得起一栋房子而已，就这样被烧了。很多人流离失所没有钱再重盖了。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再第二个就是对地球造成了温室效应加速我们人类的灭亡。原本森林是帮我们吸收二氧化碳，结果现在被火烧一烧，就反而还有更多二氧化碳。等一下我会提供一些实用的方法，可以避免森林火灾的产生。再跟各位介绍一下森林大火，称为野火，俗称为森林火灾、丛林大火、野地火灾或是乡村火灾，这4种具有可燃性，只必须发生的意料之外、不受控制以及不可预测的火灾。野火不同于人类在野地所做的功能性焚烧，称为策略烧除，但烧除活动也有发展成为野火的可能。人类社会受到野火的严重影响，包括烟雾和火直接影响健康、财产，遭到破坏，尤其在森林城镇交界处，经济和生态系统丧失，其水跟土壤受到污染，也会产生重大的间接影响。民众会要求公用事业防止输电设备成为火源，以及保险公司会取消或不续签在野火易发地区的火灾保险。举例，2025年1月7号，一系列的持续的野火，影响了美国加州。这些火灾包含帕利塞兹火灾、伊顿火灾、赫斯特火灾、日落火灾市区。火是因极低的湿度、长期干旱以及飓风级别的圣坦安娜风加剧，某些地区的风速甚至超过每小时80英里，造成29人死亡，超过1.8万吨建筑物受损，迫使20万人撤离。再介绍一下火的性质。燃烧式面体为氧气、热力、燃料和连锁反应。当可燃性的物体、燃料和足量的氧化剂，如氧气高含量的物质或其他不含氧的氧化剂混合，暴露在一个热源或是高于燃料及氧化剂混合物散点的温度时，就会起火燃烧，可以维持快速的氧化反应，形成连锁反应，称为燃料、氧化剂、热及连锁反应为燃烧式面体。只要去除
燃烧四面体的任何一项，火就会熄灭。以天然气为燃料的火焰，以下的方式，任何一个都可以灭火：将天然气阀门关闭，移除燃料，将火焰整个盖住，使火焰闷烧，消化氧气，产生二氧化碳。3. 倒水，快速的将热量移除，用力的吹火焰，使正在燃烧的气体离开燃料源。4. 将阻燃剂，如海龙加入火焰中，可以减缓化学反应，但是燃烧速率慢到无法持续连锁反应。再跟各位介绍一下火灾的分类跟特性。火灾有分4种。火灾发生后的关键90秒是抢救的黄金时刻，如果能在30秒内迅速灭火，则可降低生命财产的损失。根据燃烧物质不同，可分为4大类。A 类普通火灾，可包含纸类、木制品、纤维产品、棉被、塑胶等。如何扑灭？可以用水或是水分子的液体灭火就可以。B 类为油类火灾，包含气体，为汽油、柴油、动植物油、食用油、酒精、瓦斯气体。它扑灭方法是以掩盖法隔绝氧气，使火因子无法跟氧气作用，达到阻燃的效果。再来第3样，C 类电气火灾，如通电中的电气设备，均属电气火灾。处置方法：先切断电源，再视状况以 AB 类火灾灭火。若无法精准判断起火原因，一定要使用不导电的灭火药剂或特殊喷嘴的灭火器。在第4样是D 类金属火灾，活性金属如等民生用品，像手机电池、手机壳等引起的火灾。处置方法：特殊金属物质燃烧时温度升高，需以特殊型号的灭火器才能够有效控制金属火灾。再看下面这张表示建筑物火灾燃烧过程。第一个成长期，第二个燃烧期或旺盛期，第3个衰退期。从成长期到全盛期之后到衰退期。再就是火灾对人类的危害。第一个，氧气耗尽。一般人最舒适的氧气浓度是21%。如果氧气降到6至8%的话，基本上就是呼吸停止，然后数分钟内就会死亡。再就是第2个是火焰，会直接接触跟辐射热。火焰的高度会直接灼伤皮肤，也会产生强烈的辐射热，导致更广泛的烧伤。快速烧伤，皮肤只要接触到高温几秒，就会产生严重烧伤，甚至致命。火焰的直接威胁，对周围的人更直接且更迅速的伤害。火焰不只会灼伤皮肤，也会造成严重的烧伤。第3个热，火灾产生的高温空气跟气体会导致烧伤、热虚脱跟脱水，还有呼吸道损伤。
那第二个生存极限，呼吸水平高温度，能够忍受的最高温度为131°C，水平高度为离地1.5公尺。高温环境超过66°C会使人呼吸困难，影响逃生跟救援。第四个，毒性物体，有时候会燃烧成分长类繁杂，多达上百种，对人体的生理具有毒性效应的气体。再跟各位介绍一下灭火器的种类及如何使用。我可以看到前面这张表，哦，灭火器现在的主流应该就是干粉灭火器，哦，它比较适用于各类火灾。泡沫灭火器的话，基本上它是比较适用于化学跟机器这两类的，哦，不适合于酒精跟电器，哦，因为会有触电的风险。而且干粉灭火器基本上它价格比较便宜，所以是现在市场的主流之一啊。灭火器要怎么使用呢？四个口诀啊：拉、瞄、压、扫。好，第一个拉柄，第二个瞄准火源，第三个压把柄，第四个扫向火源左右喷洒。通常是3年换一次药剂。然后再检查的话，第一个我们检查压力表是否正常，有没有在绿色的格子里面，然后皮管有没有破损或是龟裂，外观有没有生锈。我再补充几点。第一点，野火的话，它通常都是在比较人烟稀少还是比较偏僻的地方啊，所以它会这么严重，就是因为被发现的时间呢会有较短，通常都是烧起来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可能要成立一些监控机制啊，最容易发生火灾的地方啊，因为通常都是第一个人为嘛，有时候是不小心丢到烟头啊，第二个是天然就是温室效应啊，天气它的产生的野火，然后火灾的特性呢，就是由这4种产生的，你只要下面其中一种就可以扑灭火灾了。基本上，如果是工厂还是室内的话，那灭火工具的话，我们通常都是使用水跟灭火器这2种。一般森林大火的话，都使用水的话就可以。是属于 A 类的。那灭火器的话，基本上是室内的如果像一些油料火灾电器的，或是金属的那一类的，我现在的主流的话，基本上是干粉灭火器，VCD 这3类都可以使用。泡沫的话，基本上像比较少在用的，还是有的。我们还是有使用干粉的。第一个它比较便宜，然后又好用，好像也是的主流。那第三个，如果快速碰面火灾，我们会在森林看是在山下还是山腰的位置设置水池或者是储水装置如果一旦火灾来的话，可以迅速灭火。因为我们知道木生火嘛，若木头被火烧起来的话，火一发不可收拾。然后水克火，所以我们尽量可以的话，在山下或是山腰的时候设置这些储水装置的。一旦火灾来的话，可以迅速的灭火，就不怕说没有水源而且这种小型的储水装置也很便宜造价不高
不像盖个水库那么大的资金啊。火灾来的时候要烧到你家跟你自己哦，那个是身家财产的，身家性命的。哦，你等到那个消防员来哦，我看你大概也被烧光了，哦，搞不好也被烧死了。哦，就自己充当消防员，哦，拿起水管哦，朝着自己的家里面跟你自己的做个防火带。哦，我敢保证啊，我啊绝对烧不到你。我大部分人哦，火灾来了都会惊慌失措啊，失去理智。你想想你的一栋房子啊，你的生命啊，有的豪宅啊，你看那上亿啊，对不对？要不然你的房子最少几百万，哦，上千万也有吧？哦，就这样被烧了，可是你自己在火场被烧死，他命也就一条而已，对不对？我们就采取自救。你知道火那个特性啊，哦，来的很快，去的也快了。哦，这时候你要采取自救，因为你要等那个消防车跟消防员来哦，你可能就大概就没有命了，家里面大概也被烧光了。我先采取自救，哦，然后再等消防员啊、消防车来这样子。再跟各位介绍一下第三个如何快速扑灭火灾。我们看这张图啊，早上这片就是森林。那火的特性啊，它在烧啊很快啊，我基本上一分半内那个区域如果烧起来的话，你要救的话已经来不及了。我刚刚前面有介绍过，看这张图，我们这边有5个程序啊，在快速的扑灭啊森林大火。第一个就是侦查，我们可以派无人机先侦查，看它火灾的区域啊。假设上面啊这个是火灾的地区啊。好，第二个我们就是测风向啊，像以加州为例啊，那时候1月应该是吹那个东北季风嘛。哦，那风向的话是由东北方往西南方吹嘛。第三个就是设立止火带了。哦，假设它的火已经烧到这边来了，我们就在这边设个止火带，喷水机啊，喷水的飞机，我在这个止火带这边啊，喷水，火势啊控制住啊，我防止它扩散的，我就让它火烧这边就好了。我这边的森林啊洒水喷水，哦，森林它如果有吸水的话，基本上都不太容易烧起来。第5个，我们再来扑灭啊火灾的这些区域啊，我在这附近呢、就是之水在往里面推了，我们再来用喷水飞机啊、车啊、消防员来扑灭，我防止它扩散了。我这是最有快速而且最有效扑灭火灾的方法。在室内的话也是一样的，包括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房屋跟工厂如果起火灾的话，会用什么方法快速扑灭火灾？它这个跟森林大火就有点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我们就是判断它是哪一类的火灾啊。刚有介绍过 A、B、C、D 这4类啊。我基本上一般的话，我们在用水就可以了啦，除非说是那种工厂啊，哦，它里面有那个油啊，哦，还是电器啊、金属那一类哦，我们就是要使用这个灭火器。哦，这差别是在这边而已啊。其他的后面这三个步骤都是一样的。第3个就是设立止火带。火灾啊，已经烧到这边来，它要往这边扩散，我们就要这边设立一个止火带。我看它是哪一类的，看要喷水还是灭火器。我先把火控制住，我防止它扩散。之后第5个步骤就是扑灭火灾的地区啊。这个跟森林大火的话是有点差别，就是我们要判断它是属于哪一类。
如果是电器的话，我们基本上的话先把电源关掉。如果是油类的话，沥类的，我们就不能用水了，要用灭火器啊，防止它火灾啊扩散。它的差别就是在这里。就是要如果在火灾中自保，我们可以先去买一条水管，我那个没多少钱的，几十块、几百块而已。还是啊，喷洒这种事都可以。如果快烧到你家的话，我们拿水管在你房子的四周还有树，喷洒水分，喷越多越好。形成一个防护网，做一个止火带，把自己的四周围做一个止火带。这样子的话，房子基本上火的话都烧不到你家了。我们做个防水的喷壁，然后记得家里面的电器要把它切掉。我敢保证你的房子绝对不会被烧到，至少90%。那你水喷越多越好，附近的房子跟树。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上线火场的话，我们第一个先找个棉被啊，还是外套，身上有衣服就可以了。然后第二个，我们把自己设置一个止火带。第三个，我们找看有没有浴室啊，反正有水源的地方就可以啊，浴室啊、厨房啊，把那个水浇到全身啊。你如果没有水的话，那没关系，你就撒泡尿在自己身上。反正自己用一个防火带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被火烧到，就很安全。以下就是我跟各位分享的在火灾中如何自保。如果觉得这视频不错的话，欢迎你的订阅。